崔某要的是力气，其他墨工都穿着汗衫，你为何不穿？我不热，用不着。是不需要，还是不能？啊，用不着。干什么？果然是个丫头，女子不能制墨，你尽管败坏行业规矩，败坏我骆家名声。谁说女子不能制墨的？这不过是口口相传罢了。哪本书上有成文的规矩说女子不能制墨？好一个伶牙俐齿的丫头，坏了规矩还嘴硬。好，那你就跟我去文会，辩个清楚。来人，带这丫头跟我走。干嘛？别碰我！我自己能走。胡会长，诸位墨业当家，今日便替我骆家来评评理。这丫头竟女扮男装，混入我骆家磨坊，败坏祖业门风，实在有辱行业门楣。我今日方知，你曾一品已经可以代表我骆家主事了。大少爷，我伺候骆墨多年，自然与骆家共荣辱。好一个共荣辱！李真，你一介女子，怎可如此女扮男装，混入磨坊，成何体统啊！你丢尽了李家的脸。请东叔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我早已被除族了，我就算丢脸，跟你们李家有何干系啊？好了，既然是来文会辩理，文会自然会给你们一个决断。胡会长，我们徽州墨业素来有女子不得制墨的规矩啊。这不过是口口相传的陈规罢了，并非是落笔成文的定论，如何作为约束？我曾听闻，这骆家姑姑骆梦珍于墨氏有经世之才。如今这骆墨沿用至今的和墨技法，便是出自骆家姑姑之手。我想请问曾大师傅，您在骆墨这么多年，难道不曾用过骆家的和墨技法吗？既然用过，一边用女子创办的技法，一边又口口声声义正辞严地说女子不可制墨，真是自相矛盾，忘恩负义。我知道李姑娘剑松变墨一把好手，今日方知这张嘴也不遑多让。这忘恩负义啊，哎呀，说的是真好。我以为制墨讲的是天赋，制得出一方好墨，那管他是男是女，是人是狗呢？家有家法，行有行规。如果猫猫狗狗之辈都能制墨，那我们徽州墨业岂不是反了天了？那你是担心自己的天赋不够，还治不过这些猫猫狗狗？骆大少爷慎言，你拿我与他相比，我是墨业正统。何为正统？制得好墨那叫正统，治不得好墨，数典忘祖。你说说，李姑娘的墨制得如何？回大少爷，他听说荣娇确实学得不错。哎，一句实言。李姑娘也曾来潘家磨坊，听大师傅说，雕版倒是不甚擅长，但十分刻苦。李姑娘，劳烦伸出左手。哎，没事，给他们看看。展开，高举，再高。在座的诸位都是制墨行家，要说这一个人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，全在那手上，仔细的看看。想必诸位富贵人当久了，这手生了福气，也脱了老茧，生了新肉了吧？都。
既然骆大少爷这么说了，我若再坚持女子不能制墨的口头规矩，岂不是显得我迂腐不化？只不过是我莫业有传男不传女一说。是，因为女子终究要嫁人，磨坊不能流入外姓。此前李家磨坊险些外泄，李珍姑娘当街退婚一事，想必各位都清楚吧？胡会长，我学墨跟李墨无半点干系，何来磨坊外传一说啊？若是在座的诸位有所顾虑的话，我大不了发个誓，终身不嫁便是了。这，李姑娘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。其实，八爷非得怪罪我们不可呀！啊，三爷，三爷，诸位，那李老八到底是制墨五杰之首，他为徽墨出过不少力。纵然不制墨久矣，我们也不可忘了他的好。今日若是如此为难他的孙女儿，我想在座的各位心里也过意不去吧。不若如此，我们便给甄姑娘一个机会。她已经习墨有些时日了，不妨就让她制出一块墨来。到时候，大家伙一同瞧一瞧，评一评。倘若甄姑娘果真有制墨天赋，墨业就不能埋没人才。哈哈，三爷言之有理。甄姑娘，你可愿意？女扮男装，混进各大磨坊，真是丢死人了！你这个当哥哥的，怎么也不拦着？你真是长本事了，你越来越长本事了，你！哎呀，真是气死我了！你甄娘那么做，也是想学墨多赚点钱，为了咱家嘛。咱们家还不用靠他赚钱养活。娘，您就让甄娘做吧。要真是最后没做成，她也不会怨咱。如果咱们拦着她，她一生气，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，反倒是不好的。你说李家这个丫头吧，她竟然不知羞耻，要跑到磨坊去上工，动静还闹得那么大，害得同行们都笑话我。华儿，啊，你下来，爹跟你说点事儿。哦，坐吧。花儿，以后啊，不要跟李家那个疯丫头再来往了。女子的名声啊很重要。再说，爹跟你说了一门婚事，你就好好待在家里，啊，不要因为他把这事给黄了。婚事，爹，娘，我怎么不知定了婚事？不知道就对了。自古啊，儿女的婚事都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。骆大少爷能跟咱们田家结亲，那咱们田家是高攀了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呀。爹，那骆大少爷什么脾气，您比我清楚。况且他早就有过妻妾，女儿不想嫁给他。不想嫁也得嫁。你看看，这就是跟着李家姑娘待的时间长了，才能说出这种不孝敬父母的话。
娘，女儿还不想离开爹娘，况且我从未与那骆大少爷相处过，我不想把自己的命运就这样交给一个陌生人。听听，你说的什么话？这是？你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？有什么话你跟他好好说，他会明白的。你闭嘴，就知道娇惯孩子。你看看咱们田家这3个孩子，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。这事就这么定了，为了我们田家，就好好在家待着。你胆敢有李真那种想法，想退婚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！老爷，一群没用的东西。今日华儿怎么有空来找我啦？真娘，我的婚事定下了。婚事定下来是好事儿啊。是哪家大少爷如此有福气啊？是骆大少爷。骆文松。他年纪这么大，性格又怪里怪气的，而且他可是续弦啊。嗨，是骆家高门大户的，就算是续弦，也有很多姑娘愿意去呢。说起来，还算是我高攀了骆大少爷。我爹说过几日他就要去骆家绝情。花儿，那你自己可喜欢骆家大少爷？这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喜不喜欢的都不重要。哎，好了，都说这年纪大的会疼人，兴许我还是门不错的婚事呢。不说这些了，陈娘，我今日来是有东西要给你。这是什么呀？真娘，我知道，你既已开始学墨，这些是少不了的。这些都是我从家里磨坊拿出来的，你先拿着用，要不然还要花钱买。花儿，这金箔跟珍珠实在是太珍贵了，我不能收。若是让你家中知道，怕是要给你惹上麻烦。你放心，我拿的不多，不妨事的。收下了这些，就当你织的墨，也有我田荣华一份。从今往后，我做不到的事儿，你来帮我做。爹，多亏了陈三爷爷借我磨坊使用，这可是女儿费了好些时日，织出来唯一一块还算质量好的墨锭。爹，你一定要保佑我试墨成功啊！墨色发灰，凝质感又重，还是不行。这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？给娘看看，你制了什么墨呀？别看了，这墨都没有成型。那什么样的墨才算是成型呢？自然是用料金贵，制法纯熟，落笔如云烟游龙。说这些我也听不懂，反正你爹说了，这墨锭外面做的再漂亮，里面用料再珍贵，终究还是要给人用的。那哪些人用墨，要用什么样的墨，哪有你想的那么复杂？做一块能用的舒心趁手的墨不就好了？
还真多。我哪懂啊，都是你爹说的。哎，你慢点吃，慢点慢点。我出去一趟啊！哎，你这又上哪儿去啊？来，客官看一下我们的墨，文娘又好又实惠。看你3天2头的来这儿给哥买墨，何不去那边买个好的？只是哥儿习字呀，费墨得很，这家中哪儿受得住一直用好墨呀？胡会长，诸位墨业当家，这便是我做的出新墨。这墨一瞧便知烟台烧得老了，捶打也不到位，制得甚是儿戏。不错，此墨既无商货之貌，受不得高价，又无传世墨意，制作稀松平常，在家墨济济的徽州，着实登不得台面。粗制滥造，这要是我制的墨，我都不好意思进文会的大门。我还以为你会叫八爷帮你。胡会长，来品品这方成墨，有如此的胆识，得此一个成字，倒叫我高看你一眼。这用料普通，制法粗糙，只能算是下品墨。看来李珍姑娘以后就……吴会长，我给甄娘出的题，墨也不拿给我瞧瞧？三爷，甄娘，你且说说，为何做这方制法简单的墨呀？之前你就应该晓得，这样的墨可入不了墨行诸位老前辈的眼啊。我知道，因为更好、更复杂的墨，我做不出来。这也是眼下我能制出最好的墨了。我也想过添加名贵的用料，可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合墨。既然往上不成，我便想着，那便做一方简单又实用的墨也是不错的。这便是我的初心。制不出这样的话，你也说得出口？还初心？我看你简直是丢人现眼！是我实力不济，我承认，在座的诸位皆是墨业的前辈，看不上这方墨也是情理之中。可是于我而言，我已经尽了全力，担得起问心无愧这4个字。这方墨虽然实属下品，但好在颜色够黑，造价低廉。这无论是坊间记账，还是小儿习字，未必不是一种更优的选择。于此一途，我自认我没有违背自己的初心，故而也不觉得悔。甄娘已经知道今日结果了。最后还请三爷爷将此墨赠予他需要的人，也算是一尽他的价值。
够黑，一方好墨啊！好墨，罗大少爷，你莫不是疯了？那是一方下品墨，还好墨。哎，物者有所宜，才者有所失，各处其意，故上下无为。李珍姑娘有言在先，说这方墨价格便宜，适合账房记账，小儿习字。在座的诸位，年幼出习字时，给你们一方上品之墨，舍得用吗？老祖宗当年制出这第一方墨的时候，是为了把心里这点东西记下来，哪里有那么多的规矩？可无规矩它不成方圆，无规矩怎定优劣呀？优劣不分。我们这些磨坊，我们这些人，这个文会，他要他干什么呀？徽墨传承至今，徽州磨坊比比皆是。咱们各家拼的不就是一个精益求精吗？对，精益求精乃制墨之本。我问了磨坊的管事，说李珍姑娘初进磨坊学墨不过3、5月之余，敢问诸位在座的初学墨3、5月之士，能否制得出这样一方你们口中所谓的劣墨啊？是啊，文松之言让我想起初入墨行之时，习墨2载，2载啊，才制出平生第一方墨。要说成色嘛，也不过如此。那即使如此，李珍姑娘此时此刻这一方墨不能不算是一方好墨。诸位制墨制得久了，莫忘初心才是。再说了，诸位管得着李珍姑娘制墨不制墨呢？我若是李珍姑娘，我都犯不着接下这一桩考验。我制我的墨，管那么多做甚？诸位如此百般阻挠，是因为心生畏惧，怕有朝一日李珍姑娘制墨大成，以女子之身强压诸位一头，丢失了颜面不成？我们会怕一个黄毛丫头？笑话！那既是如此，此事无需在意了。陈娘真这么说？一字不差。丫头这个年纪，对墨的理解，恐怕连你我都自叹不如。他让我将墨赠人，我左思右想，现在最需要他的，恐怕是李老八你啊。爸爸，你就收了他吧。是，我知道你守规矩，你丁持名士的，你不可以制墨。可没人说你不可以教人制墨呀。文慧封了你这双制墨的手，又没封你的嘴，有嘴还不能说了。李老八，这娘多好的苗子，你收了他又能如何？什么传男不传女，文慧都默认了。老八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君山要是有真娘一半的天赋，我要有这么个好孙女，我甘愿一辈子不吃墨。还有，难道你就不想李墨后继有人？言尽于此啊，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吧，这个倔老八。
景峰，爹来看看你。这个呀，是你闺女真娘制的第一块墨。你瞧，叫初心墨。爹在文慧面前丁尺明示，永不制墨，也已经退出了墨业。可如今，真娘她要学墨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